20多岁，天天在家混吃等死，我跟你爸的脸都被你按在地上摩擦了。妈，我又没刷你的卡，家里又不是少我一口饭，我弟那辆跑车1个月的保养费，够我吃1年外卖。你还有脸提你弟？你弟那是出去混圈子结人脉，你呢，天天烂在家里，说出去我都嫌丢人。行了，别跟他废话。沈慈，从今天起，沈家不养闲人，你现在就滚出去，混不出个人样，这辈子别踏进这个家门。行，走就走，你二了别动气，以后千万别求我回来。饿死本小姐算你们硬。喂，干嘛？慈慈，听说你被扫地出门了，啃老终于啃到头了吧？你要是来落井下石的就挂了，我现在全身上下就120块，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起。哎，别说姐妹不顾你，我小舅舅博氏集团的博彦洲最近正在高薪招老婆。招老婆，豪门规矩多如狗，不去，耽误我摆烂。包吃包住，月薪10万，5险1金全交，干满1年还有年终分红。多少？10万！地址发我，现在立刻马上。不行，得先找个服装店换身衣服。你好，博总，我是来面试总裁夫人的，不过我得先问一句，试用期工资打折吗？没有试用期，直接转正。明天早上带户口本跟我去领证。明早9点，民政局见。等等，领证这种终身大事，您不觉得进度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潦草吗？博总，在商言商，这10万块钱底薪几号发？每月1号，绝不拖欠。那周末双休吗？节假日要是得陪您见长辈，算不算3倍加班费？还有，这岗位需要提供情绪价值吗？比如每天早安晚安、抱抱亲亲那种贴心小娇妻服务？沈慈，我不缺戏子，你的职责只有一个，在必要场合配合我扮演好博太太，挡掉麻烦。只要不丢博家的脸，你的私生活我绝不干涉。那也就是说，不需要履行夫妻义务？你想多了，我还没饥不择食到这种地步。那就好，那就好。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将来您遇到真爱，需要我腾位置，离职赔偿金是 N+1，还是直接给遣散费？博氏集团的词典里没有离职，只有丧偶，听懂了吗？懂。老板放心，只要钱到位，我就是您最坚固的防弹衣。那老板，明早9点，民政局不见不散，我绝对不迟到。博言，真就定下了。沈小姐好像完全把这当成打工了。这个位置，我等了6年，从来没打算面第2个人。恭喜2位新婚快乐！这就合法了？个10百千万100万1点安家费随便花。老板大气，你放心，这钱保证花在刀刃上，绝不给博太太这个光荣的岗位丢脸。婉婉，姐也是拿月薪的人了，100万安家费，以后姐包养你。沈慈，到，老板有何指示？今晚把行李搬去半山别墅。博太太，该上岗。博言，既然夫人把这当成工作，那咱们那份隐藏合同要不要补充个期限？期限？林特助，你什么时候见我做过亏本买卖？我要的从来就不是1年。乖乖，这灯要是砸下来，100万够赔几片玻璃的。太太，先生今晚有视频会议，会晚点下来。厨房备了晚饭，您是现在吃还是等先生？现在，麻烦赶紧上菜，饿死我了。啊！哇！博家的伙食这么接地气，我还以为你们天天吃什么白松露配鱼子酱呢。太太说笑了，这都是先生特意吩咐。特意吩咐厨房随便做的，毕竟不知道新员工口味。是，先生说的对。老板，这员工餐标准绝了，冲这顿饭，我明天高低给您加个班。食不言。
看什么呢？这么投入，还真有白月光啊！燕州平时最爱干净，现在这屋里怎么一股廉价的外卖味儿？怎么了，这位大姐？你找谁？大姐？哼，我是陈曼媛，你就是燕州随便找来应付长辈的那个女人，一身廉价货也敢坐富家沙发，不嫌丢人。认清自己的身份，富家不是什么人都留的，圈子里谁不知道？配得上燕州的只能是我。圈子里知道有什么用？民政局知道吗？什么意思？我手握和博燕州合法夫妻凭证。比起你的圈内虚名，他只认这本红本本。不可能，燕州怎么可能真的跟你领证？你们一定是逢场作戏，把证给我开！干嘛呢？弄坏了补办要9块钱呢。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查我们2口子的证件？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跟我摆女主人的谱？等燕州回来，我倒要看看他护着谁。我的妻子，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教了？陈小姐，谁给你的胆子？在我的地盘对我夫人大呼小叫。燕州，你叫他什么？燕州，我们2家毕竟是世交，我是怕你被普通女人蒙蔽，他上不了台面，配不上你。配不配得上是我说了算。沈慈是这栋房子的女主人，你刚才的话越界了，向她道歉。你让我给他道歉？我不喜欢重复第2遍，或者需要我亲自给陈董打电话，问问陈家的家教。对不起，你别得意太早。老板，刚才那2下真绝，护人的时候挺帅的。你放心，冲你今天这表现，这个月的丈夫绩效我绝对给你打满分。哦，丈夫绩效，那薄太太倒是说说看，满分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老板人很不错，情绪稳定，护犊子。所以，我现在只是老板人不错。先生，太太，外面来了2位自称是太太父母的人，说是要见太太。哎呦，我的乖女儿啊，妈妈可想死你了！你这丫头也真是的，结了婚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想我？前几天把我连人带箱子扔到大街上的，难道是鬼吗？慈慈，怎么跟你妈说话呢？之前那是气话。既然你现在嫁给了博总，那咱们沈家和博家也是亲家了。对，慈慈，你弟要全款婚房，再安排他进博士做经理。这点钱对你来说不算事，你跟博总说一声就行。买房，安排经理。刘美琪女士，您是不是还没睡醒？你们养我是为了给你们儿子当吸血包的吗？沈慈，你个没良心的白眼狼！我们生你养你这么大，现在你飞上枝头变凤凰了，拉扯一下你亲弟弟怎么了？养我，从小到大好吃新衣全归他，我学费全靠打工。现在别想从我这儿拿钱，1分没有。2位请回吧。你这个逆女，你是想气死我们吗？我今天非打死你个不孝女不可！沈夫人，在我的地盘动武，你是不是觉得我博彦州脾气太好？我的妻子不是你拿来换房换工作的筹码。管家，送客。以后没有太太的允许，这栋房子沈家人不得踏入半步。博总，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可是慈慈亲生父母，你懂不懂规矩？沈董如果再逗留，沈氏资金链明天可能就会出点小问题了。饿不？刚才的麻辣烫凉了，陪我重新吃点。饿，当然饿。骂人可是个体力活。吃吧，大小姐，别饿着。老板，这是给你的。
这是什么？感谢你刚才没替我原谅他们，还帮我把人赶走，所以我决定给你涨绩效。作为你的员工，这也是对老板业务能力的一种肯定。奖金我不要。啊，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想换一种奖励。薄太太，你准备给什么？老板，冷静。我觉得吧，奖励这种东西还是停留在精神层面比较健康。精神层面，那就请我吃个饭吧，就明天。明天不用，我自己约了人，就在附近随便吃点。你日理万机，千万别为我浪费时间。哼。沈慈让你乱承诺，明天赶紧躲出去，绝对不能让这阎王抓到把柄。去哪儿了？这么开心？老板，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下班了？没去应酬啊？应酬取消了。我问你，下午去哪儿了？见谁了？就去逛了个街，买了几件衣服。毕竟我是您的面子嘛。一个人逛？我怎么听说薄太太下午跟人聊得连家都不想？您说那个啊，那是巧合。我买完东西刚好碰见我大学学长了，顺便请我喝了杯咖啡。顺便把切好的蛋糕直接递到你嘴边？连这你都知道？老板，你这查岗查的有点越界了吧？我们在合同里可是说好的，互不干涉私生活。要是被媒体拍到你跟别的男人拉拉扯扯，公关危机谁来处理？哪有拉拉扯扯？我们那是正常的校友叙旧。许哥哥人特别温和体贴，他就是那种很懂分寸的普通学长，绝对不会出去乱说话的。温和体贴，沈慈，你是不是眼神不好？我眼神怎么不好了？他就是个普通学长，对我好点怎么了？普通学长？普通学长会看你连眼睛都不眨？普通学长会喜欢你这么多年？你怎么知道他喜欢我？老板，您昨晚的批评我深刻反省过了，这是我连夜赶出来的述职报告，请您过目。日常花销明细，豪门太太社交圈维护进度，你脑子里一天到晚装的都是什么？装的都是怎么做好这份工作啊。昨晚您说的对，我是薄太太，要注意影响，所以我把近期的行程全部梳理了一遍。您翻到第3页，看倒数第2段。与学长的会面属于非工作性质的无效社交，未动用岗位机费，且已保持0.5米以上的安全社交距离。沈慈，你在这跟我写检讨呢？这不是为了让您放心吗？我保证以后我一定提前打报告申请。你是真听不懂，还是在跟我装傻？我在意的是你不打报告吗？那您在意什么？在意我没给他买单？我在意的是你跟别的男人走得太近。徐佳宁看着你的眼神，是个男人都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可是咱们就是个雇佣关系啊，老板，合同上没写这一条。沈慈，如果我想管的不是你的工作，而是你这个人呢？太美了，这成色，这光泽，就是这价格多了1、2个零，总不能刚上岗就找那阎王预支工资吧？得搞点副业啊！放着这么好的闲置资源不用，简直是暴殄天物。绝版高奢精英男伴，身高188，气质清冷禁欲，豪门晚宴撑场必备，5位数起拍，诚心要的代价私聊，搞定，上架。3万，这就赚了。老板，您下来了。无事献殷勤，又闯祸了。我这是来给您汇报工作的，明天晚上有个非常重要的饭局。明晚的饭局怎么没人跟我提过？就是我这边的一个长辈，对，长辈，人家一直想见见你，老板。好，明晚我抽出2个小时陪你。老板大气，老板威武，你放心，明天你只要负责耍帅就行，剩下的交给我。薄太太，应酬回来了。老板，你今晚在饭局上表现的真好，那位王太太把咱们夸上天了都。是吗？那你过来给我解释一下，这笔精英男伴出场费是怎么回事？老板，我错了，我不该再私自开发您的商业价值，但我这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所以，你把我明码标价挂在网上，钱全进了你的口袋。那我们5-5分，实在不行3-7也可以，你7我3，不能再少了，好歹我也是运营加客服啊。
沈慈，你钻钱眼里了是不是？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可以随便租借出去换包的物件。老板，你在我心里那是无价之宝，这不是那富婆开的价格实在太诱人了吗？而且今晚你不是也没揭穿我吗？还那么配合的哄他家长辈开心。我不配合，难道当场告诉全场博氏集团的总裁夫人穷到要把自己老公按小时出租？我的面子还要不要？博太太，你准备把我卖给多少人？先生、太太，明晚7点，全城名流慈善晚宴的正式邀请函送到了。博氏是本届晚宴的主办方，主办方需要您和夫人一同出席。听见了？明晚正装出席。博太太。哦，知道了。慈善晚宴主办方，完了完了，我连刀叉哪只手拿都分不清啊！大家掌声欢迎博太太为我们分享一下博氏集团接下来的慈善理念。沈家二小姐来草包。博太太，这么多商界名流看着呢，可别把博家的脸丢光了。放心，我这人别的没有，就是脸皮厚。大家好，我是沈慈。刚才陈小姐让我分享慈善理念，说实话，太高山的词儿我不懂。毕竟大家也知道，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就是躺平啃老。我们家宝总平时话少，是个实干派，所以今天我代表他表个态。今晚的儿童午餐项目，博士带头追加500万。各位老板，你们要是比我们家少，那可就不体面了啊！刚才算你运气好，但乌鸦就是乌鸦，变不成凤凰。开个价吧，拿着这笔钱离开博彦州。个10、百、千、万，500万。陈小姐，你打发叫花子呢？博太太这个岗位1个月光底薪就10万，你这买断费是不是有点太抠搜了？嫌少？500万够你这种人挥霍一辈子。你真以为燕州会一直留着你？等他玩腻了，你1分钱都捞不着。你说的有道理，职场如战场，我确实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老板，有人试图拿500万恶意收购您的核心员工。陈小姐，博氏集团的资金链还没断，博家的人还轮不到外人议价。博太太这个位置永不对外转让，以后谁要是再拿这种不入流的手段来打扰我夫人的，就是跟整个博氏作对。我亏了，我刚才应该先把支票收下再跟你说的。500万啊，就算上交给你，你起码得给我抽个成吧？你不是说拿钱跑路等于承认自己只值500万？我可以拿了钱不跑路啊，钱归我，人还是你的，这不2700没？人还是我的。比喻懂不懂？就是说我不会出卖你的意思。如果今晚他给的不是500万，而是1个亿，1个亿，那我先拿5000去投了个什么项目，再拿3000万存定期，剩2000万，分你1000万当信息费。所以你还是要先收下。收啊，为什么不收？反正收了也是咱俩的，不对，你又不缺钱，那我收了就是我的。那如果我不让你走？老板，明天中午我约了人吃饭，你没啥安排吧？没有。那我去了啊。慈慈，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告诉你。老板，你怎么在这儿？路过，刚好听说我太太在这里又跟别人叙旧。博总，我和慈慈只是普通校友吃顿饭，您这么大动干戈，是不是太限制她的自由？自由？徐先生，你既然叫她一声慈慈，就该知道她现在的身份是博太太。沈慈，饭吃好了吗？吃好了就跟我回家。学长，不好意思啊，今天这顿饭就到这儿吧。喂，博彦州，你到底在气什么啊？
我气我认识你太晚，气让他抢先占了你大学4年的回忆。我没气你没气我，那你拽的跟谁欠你800万一样干什么？越想越气，越想越气。博彦州，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互不干涉私生活，我就吃个饭，你凭什么像捉奸一样跑过去吓人？我吓人？沈慈，你是不是非要等他把话说透了，你才知道什么叫避嫌？避什么嫌？他是我学长，在我最穷最难的时候帮过我，你懂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人情世故？你把你丈夫的面子放在哪里？丈夫？博彦州，你少入戏太深了，你只是我的老板，这只是一份工作。大不了我扣工资，今天的薪水我不要了，我住酒店冷静冷静。站住！大半夜的，你往哪儿跑？你管我！放开！对不起，是我越界了。你干嘛？惹你生气了，精神损失费。那什么，既然老板这么有诚意，那这笔钱我就勉为其难的收。诗词，管家，马上让陈医生滚过来，快点！是，先生。伯爷，明早9点的。退了。可是伯爷，这笔案子涉及……明天所有的行程全部取消，天塌下来也别烦我。陈妈，进来一下，给夫人换身干爽的睡衣，再打盆温水来。老板，你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兼职当护工啊？我这算不算工伤，给报销医药费吗？烧成这样还不忘算账，让你。博彦州，怎么了？是不是哪里还不舒服？你干嘛对我这么好啊？你比我爸妈对我还好。以后我会一直对你好。老板，为了感谢您的救命之恩，员工特地来送温暖了。哎，人不在，嘿，正好放完就跑，老板也不知道是谁送的。嗯，是什么？这不是我大二那年勤工俭学的时候吗？这种连我自己都没有的黑历史照片，怎么会在他桌子上？你进别人书房不知道要先敲门吗？老板，我送咖啡来着，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书房里怎么会有我大学食堂啃馒头的照片？博总，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有什么变态的掌控欲？为了招个替你干活的夫人，连我几年前在哪个食堂吃什么都要暗中调查？既然这岗位底薪10万，录用核心员工，我当然要做最详尽的背调，了解员工的抗压能力和成长背景，很难理解吗？老板，您这背调做的也太细致入微了吧，连我在几号窗口买的馒头都快看清了。喂，思思，妈不行了，心口疼的要命，你在哪儿啊？赶快来看妈最后一眼。妈，你别急，我马上回去。妈，你怎么了？打120没有？妈，你不是说你快不行了吗？哎呦，妈不这么说，你这攀上高枝的博太太能肯回来吗？来，快坐。慈慈，既然你回来了，咱们就说正事儿。你弟弟谈了个条件不错的女朋友，人家女方说了，必须得有辆像样的车才肯订婚。这辆豪车也不贵，才200多万。你现在是博家的少奶奶，随便从手指缝里漏点就够了。200多万，随便漏点。你们装病骗我回来，就是为了给这个废物买跑车？怎么说话呢？他是你亲弟弟，你现在吃香的喝辣的，帮扶家里本就你的本分。本分？从小到大，你们给过我1分偏爱吗？我被你们赶出家门的时候，身上只有120块钱。我现在拥有的是我自己拿尊严和自由换来的。我告诉你们，我就算是把钱都扔水里听相，也绝对不会给他买一个车轱辘。想让我当吸血包，你们做梦！滚！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白眼狼，滚出我们家！求之不得。滚！你这个冷血无情的白眼狼，滚出我们家！
上车，带你回家。伯爷，沈家那边又在无端滋事了。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放在心尖上舍不得碰一下的人，他们也敢骂。伯爷，需要去敲打一下沈家吗？敲打不够，去扶持沈宏远的对家，让他自顾不暇，不就没空来烦夫人了？是，我马上去办。此，大快人心啊！你爸公司今天一天连丢了3个大客户，现在全家都在补救，半个月没空烦你了。听说还是我舅舅出手帮的你。薄彦舟，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就因为那份每个月10万的合约吗？如果我说是呢？博士的员工，只有我能欺负。哪个老板会为员工做到这份上？哎呦，大家快看！堂堂博士总裁居然被他那个穷酸老婆挂在二手平台明码标价3万块出租，真是给薄家的脸丢完了！完了！这截图怎么流出去了？这回不仅工作保不住，估计还得赔违约金。完了！3万块，薄太太，我的出场费是不是定的太低了点？老板，你听我解释，这事儿他是个误会，是陈曼媛故意搞我，我这就退群，这就去写检讨。写什么检讨？我薄彦舟的太太用得着跟这群闲杂人等认错？我是薄彦舟，我名下一切资产都属于沈慈，他处置财务随心所欲，不满的人直接来博士找我，谁敢私下议论我太太，即刻寄送追责文书。怎么，感动的不会说话了？老板，你这护犊子的演技绝了！不过这算不算工伤补偿？我能申请把那3万块真拿去提现吗？沈慈啊，你钻钱眼里得了。那合同没写不能提现，我争取一下不过分吧？你不过是被薄爷爷逼他取的挡箭牌罢了。当年他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陪着他的人是我。挡箭牌就挡箭牌呗，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可是拿了安家费的。我是个莫得感情的打工人，绝对不能越界。怎么了？饭菜不合胃口，还是谁又惹你生气了？没有啊，挺好的，谢谢薄总关心。薄总，昨天还叫老板，今天就变薄总了，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薄总，咱们就是合作关系，互惠互利。以后要是您的白月光回来了，您提前跟我说一声，我保证痛快卷铺盖走人。我有点胃疼，先回了，不用管我。去查今天到底是谁给他发了什么东西，如果查不出来，明天你也不用管。伯爷，查到了，是陈曼媛小姐，她找人合成了一张你们当年同框的照片，还发了一些误导夫人的短信。她找死！彦舟，你怎么会突然给我打电话？陈曼媛，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那些自欺欺人的手段，最好到此为止。彦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是觉得他配不上你。他配不配得上，轮不到你来评判。林特助，立刻终止博士跟陈家在城南那个项目的所有合作，全线撤资。我要让整个圈子都知道，动我薄彦舟的太太是什么下场。是伯爷，我马上去。你干嘛？沈慈，看着我。看什么？没有什么白月光，也没有什么旧情。那张照片是合成的。这辈子，不管是挡箭牌还是别的什么，能站在我薄彦舟身边的女人，从始至终，只有你沈慈怡。那你对我这么好，就不怕我当真了，赖着你不走？如果我就是想要你当真的，疯了！他到底什么意思？又是送钱，又是霸总护妻的，现在连看我的眼神都跟拉丝了一样。大姐，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有什么误解？还是你觉得我舅舅闲得蛋疼，花几百万陪你玩过家家？他找我不就是为了应付家里那些催婚的长辈吗？我就是个性价比高又听话的工具人而已。沈慈，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以为博氏集团的门槛有多低？
要是随便找个工具人，陈曼玉排队都能排到法国去，他为什么偏偏挑了你？因为我便宜，好拿捏。因为是你啊！我舅舅那个人活了快30年，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冷得跟冰块一样。你什么时候见他对别人这么上心过？替你怼陈曼如，替你出气搞你家公司，现在还特意跑去跟你解释绯闻。此次，我问你，你老实回答，你觉得这场高薪招聘真的只是个巧合吗？什么意思？圈子里谁不知道薄彦舟是个不做亏本买卖的狐狸？他设了这么大一个局，还指名道姓的把招聘信息精准的通过我递到你手里，你还不明白吗？你是说，他早就盯上我了？我可什么都没说。别怕，有我在。沈慈，你还真是阴魂不散。哟，这不是薄太太吗？这件礼服穿在你身上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只可惜山鸡就算插上孔雀的羽毛，也变不成真凤。陈小姐，没事总来找什么骂呢？沈慈，你别得意的太早。你以为你那点见不得人的勾当没人知道吗？今天我就要让全城的人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货色！大家都看看，沈慈根本就不是什么薄太太，是薄彦舟为了应付催婚花钱雇来的。你怎么会有这个？陈曼云，谁给你的胆子，在我的地盘动我的人？把我家的监控和佣人买通，偷拍太太的私人物品。陈曼云，陈家就是这么教你做事的。彦舟，我是在帮你拆穿这个心机女，她就是为了你的钱。是真的。我薄彦舟的钱不给我老婆花，难道烧给外人看吗？这份申请表不仅是真的，而且我已经批了。各位大概不知道，我追我太太追得很辛苦。她既然喜欢谈钱，我就用全部身家给她安全。不是她图我的钱，是我怕我的钱不够多，留不住她。沈慈是我明媒正娶放在心尖上的妻子，今天谁敢看她半分笑话，就是跟我薄氏集团过不去。把陈小姐请出去，顺便通知法务部起诉她侵犯隐私和商业间谍罪。薄彦舟，你今晚在台上说的那些话，是为了保全薄家的面子，还是真的？如果我说是真的呢？老板，你今天晚上演技爆表啊，简直是奥斯卡影帝级别的。喝成这副德行，你到底有没有一点身为薄太太的自知？不怂，薄彦舟，我发现你这个人除了脾气差爱扣钱之外，其实还挺帅的。沈慈，你喝醉了，知道你在干什么？薄彦舟，你今天在台上说我是你心尖上的人，我听到了，然后我就在想，向晚说你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你到底为什么非要娶我啊？这世上性价比高的工具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我？你该不会真的像向晚说的那样，早就暗恋我蓄谋已久了吧？如果我说是呢？小没良心的。乖，先睡觉，以后你就知道了。你该不会真的像向晚说的那样，早就暗恋我蓄谋已久了吧？沈慈，你是不是疯了？你居然敢酒后骚扰你的金主爸爸，这下完蛋了！他们扣关我的工资才怪！站住！老板早，我突然想起来今天约了项目逛街，对，逛街，我先走了。老板，你不是在书房吗？这栋房子是我的，我想出现在哪就出现在哪。倒是你，薄太太，
不想对我昨晚的服务负责了？负怎么责？我喝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了。我不介意帮你回忆一下。昨晚你可是亲口问我，是不是蓄谋已久？你别乱说，我那是酒后胡言乱语。可我当真了。思思，你见见妈，妈求你了。你们又想耍什么花招？之前装病要车要屋骗不到钱，现在改演苦情戏了。思思，沈氏集团这次是真的要破产清算了呀！公司资金链彻底断了，你现在是薄太太，你只要动动嘴皮子，让薄总高抬贵手给沈氏注资。现在知道我是你女儿了，你们把我赶出家门，想过有今天吗？是爸的错，爸鬼迷心窍。思思，就算你再恨我们，沈家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爸一辈子的心血付诸东流吧？那是你们的报应，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们走吧，我没钱。博彦州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我没脸去开这个口。思思，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这丫头怎么心这么狠？2000万啊！我得在博士打多少年的工才能还清？可是不借，那2个老东西万一真跳楼了怎么办？这他妈算不算道德绑架？博彦州，沈家是个无底洞，你图什么啊？你帮我挡了这么多次子弹，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还你了。我说过，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至于怎么还，薄太太，欠债肉偿这个道理，不懂吗？思思，舅舅出差了，今晚咱们不醉不……我操！对不起，舅舅，我不知道你在家。不是，我的意思是，舅舅你终于熬出头了，你从高中就暗恋人家，费尽心机搞个10万月薪的假招聘把人家骗回家，现在终于要亲上了，我这就走，你们继续。向往刚才说什么？高中就暗恋，10万月薪的假招聘？博彦州，你从一开始就是在给我设局。沈慈，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别碰我！大半夜的，你闹什么？我对你的好难道是假的吗？你觉得这不重要是吗？搞了半天，我在你眼里就像个被人用饵钓上来的傻鱼，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好笑？沈慈，你今天要是踏出这个门，你的工资、薄太太的身份就全都没有。薄总，我不干了，你那10万块的月薪留着去钓别的鱼吧。思思，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抖搂出来的，但我发誓，我舅舅绝对是真心爱你的，他为了给你下这个套，把全公司的法务部都折腾疯了。他骗我，他就是个老狐狸大骗子，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理他了。查，把全城的监控都给我调出来，就算是翻遍每一寸地皮，也要把他给我找出来。是，我马上通知安保部。阴险、狡诈、不要脸，难怪他清楚我食堂爱吃的包子口味，我还以为遇上了线上贵人，实则就是个偷窥者。姑奶奶，你骂归骂，能不能先回我舅舅一条微信？他已经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了，我感觉他现在正提着刀满世界找人呢。不回，就让他急着。凭什么他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我还要乖乖听话？本小姐今天也是有脾气的人了。想让本小姐这么快妥协，门儿都没有。向晚，如果5分钟内你不说出沈慈在哪儿，明天早上我就把你上个月刚买的那辆法拉利扔进海里。思思，我求你了，你俩打情骂俏，能不能别拿我的车菜刀啊？那可是我的心肝宝贝。没出息，一辆破车就把你吓成这样，他就是吓唬你的，他还能真找过来？完了，怎么了？谁啊？大半夜的，他居然亲自找过来了。思思，你自求多福吧，我真的不敢不开门啊。沈慈呢？躲里面了。舅舅，你冷静点，思思现在气头上。沈慈，开门，我们谈谈好不好？谈什么？
谈博总您的演技有多精湛，还是谈我是怎么像个傻子一样被你耍得团团转？博彦中，你个大骗子！是我骗了你，可是沈慈，如果我不拿高薪当诱饵，以你当时对我的防备，你会心甘情愿地走到我身边吗？你以为的高薪招聘，是我唯一的孤注一掷。张嘴。博总，你这服务态度不够专业啊！虾线挑干净了吗？就往我嘴里塞。挑干净了，我的错，下次一定更仔细。吃吧，祖宗。博彦中，别以为给我剥2只虾这件事就算翻篇了。你不仅骗婚，还侵犯我的肖像权，暗中说藏我那么多照片，这事性质很恶劣。夫人说的是，小博知错了。这还差不多。这什么情况？要开博览会啊？这是我的全部身家，博氏集团30%都给付，我名下所有的不动产和基金，已经全部转到了你名字。博彦中，你疯了！这么多钱你全给我？不是你说的吗？性质恶劣，需要赔偿。从今天起，我是给你打。老板，这份认错态度，你还满意吗？彦中，我听说沈慈跟你闹脾气，离家出走了。那种上不了台面的女人，根本就不懂你的好，你又何必？不关你的事，滚出去！彦中，别执迷不悟了。你娶她本就是应付长辈，合约已拆穿，何不顺势离婚？我哪里比不上他这个不顾亲生父母的废物？沈曼媛，我看在两家过去交情的份上，已经给你留了最后的体面，别给脸不要脸。我最后说一次，我娶沈慈绝非逢场作戏，我的夫人只会是她。你如果再暗中耍手，陈氏集团就此覆灭。好，博彦中，你够狠，我认输。虽然被哄回来了，但我绝不能就这么轻易原谅那个老狐狸。夫人，城南那家你最爱吃的蟹黄包排了2个小时的队，趁热吃。不吃，别以为一盒包子就能收买我。我现在看到你，我就想到你那满墙的算计。一盒包子不够，那我以后天天给你当牛做。夫人说，要怎么才能消气？我不管，你自己犯的错，自己去想。大2那年冬天，你在学校食堂兼职，手冻得通红，却还在给一只流浪猫喂火腿肠。这些年，我看着你被家人忽视，看着你用无所谓伪装自己，我比任何人都想冲过去保护你，但我怕吓到你。沈慈，我不缺什么挡箭牌，我博彦州这辈子只想要你。为了我付出这么多，你傻不傻？沈慈，骂我也好，打我也罢，别不理我，跟我回家好不好？跟你回去也可以，但你骗了我，这笔账怎么算？扣你工资行不行？好，随你怎么扣。慈慈，妈来看看你。你们来干什么？又缺钱了？博彦州上次给的钱不够你们挥霍的？不，思思，不是钱的事儿。上次博总注资，公司已经起死回生了。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来看看你过得好不好。这是城西老街的桂花糕，你小时候最爱吃。那时候家里偏心，每次只能买1块，我都留给你弟弟。妈昨天路过，排队给你买了1盒。现在送来有什么用？我已经被你们赶出家门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人，不是吗？是爸爸糊涂，经历了这次破产，我和你妈才看明白，树倒猢狲散的时候，只有你这个被我们苛待过的亲生女儿肯救我们。慈慈，爸妈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你们起来吧，这盒桂花糕我收下了，以后你们过你们的日子，我过我的日子。只要你们不再作妖，沈家有难我不会见死不救，但其他的强求不来。博彦州，还好我现在有你了。我会一直在。
博总，听说你把全部身家都过户给了你这位娇妻，既然那么爱她，拿5000万现金来换她的命，9牛1毛吧。半小时内一个人送到南郊废钢厂。迟到1分钟，我就在他脸上划一刀。你们敢动他一根头发，我保证让你们全家连骨灰都剩不下。我马上到。博彦中，你来干什么？他们有刀，你快走啊！别怕，我来带你回家。老子改主意了，弄死他，咱们能捞得更多。博彦中，你是不是傻？不许动！博彦中，你撑住！你要是死了，我1分钱纸钱都不少给你。舍不得死，夫人还没给我整心。夫人，肩膀好疼，要夫人亲一下才能好。博彦中，你够了！医生说只是骨折，你别搞得好像高位折塌了一样。你还有脸来？博彦中，我知道沈慈一出事，你第一个就会怀疑到我头上，但我陈曼媛没那么蠢，犯不着为了嫉妒去吃牢饭。这是外面接应的同伙，他们是在新闻上看到你把全部身家给了沈慈，见财起意才绑的人。我动用陈家的人脉把他翻出来，就是为了自证清白。人我交给你了，要杀要剐随便。沈慈，我从小到大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我一直觉得你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乡巴佬，配不上博彦舟。但当我知道博彦舟连命都不要了，冲进去救你，我就知道我输了，不是输给你，是输给他的心。陈小姐，感情这种事本来就不能用配不配来衡量，你能把人送来，谢谢。不用你谢，我陈曼媛拿得起放得下，就算输我也要输得漂亮。以后我绝不会再出现在你们面前碍眼。祝你们百年好合。看什么看？还不快喝！你看看你，结个婚搞出这么大阵仗，这下全世界都知道我手里有你全部身家了。夫人，情敌退场了，坏人也抓了，那我是不是可以问一句，现在算不算彻底原谅我了？向晚，你又搞什么鬼？大晚上的把我绑到哪儿去啊？是不是要卖了我？卖什么卖？马上到了。嘘，到了。快去吧，女主角。你干嘛弄得这么夸张？博士要破产了吗？你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这是我认识你的第2555天，7年前，在这张照片拍下的第2天，我就在日记里写，我一定要把这个叫沈慈的女孩娶回家。沈慈，我知道我用了一个很卑鄙的手段把你骗到身边，我原本想慢慢来，可是我等不及了。我不想再用老板的身份面对你，我不想再用高薪来拴住你。沈慈，你愿意撕毁那份雇佣合同，从我的合约夫人变成我博彦舟名正言顺、相伴一生的爱人？博总，这活儿我接了，不过咱们可说好啊。你说，什么条件都答应你？变成终身合同可是得涨年薪的。博总，不，彦舟，这孩子以前在家里受了委屈，以后我就把他交给你了，一定要对他好。爸，您放心，我博彦舟的命是他的，以后谁也不能让他受半点委屈。我舅舅终于不是老光棍了，我磕的 CP 终于圆满了。博彦舟先生，你是否愿意娶沈慈女士为妻？无论贫穷还是富有，疾病还是健康，都爱她、尊重她，直到死亡。我愿意。别念了，神父，我愿意。10万月薪的时候我都愿意，现在加倍了，我傻了才不愿意。博太太，这么神圣的时刻，你非要提前，这叫勿忘初心。那我就行使我终身王法的权利。春宵一刻值千金，博太太，大婚之夜你在这儿算什么账？签合同啊！你看
这是我拟定的终身霸总饲养与被饲养合约。第1条，婚后财政大权归我；第2条，年薪在这个数的基础涨50%；第3条，你干嘛？合同还没谈完呢。我这来都是卡随便说，钱随便花，人随便你。现在该夫人履行义务了。关灯去。